今天我要用红萝卜和苹果来做一道素食家常菜料理。大家好，我是 Kristin， 欢迎来到 Kristin Wong TV。我的频道主要是要向大家分享一些素食料理家常菜的食谱。你是不是跟我一样吃素？还是想看看吃素的朋友都怎么吃呢？那你一定要订阅这个频道哦，特别是打开旁边的小铃铛，还要点片点个赞哦。那我们现在就来开始做红萝卜和苹果的素食家常菜料理吧。准备2条红萝卜，这里的分量是430克。先把红萝卜削皮，削完皮后拿去清洗。红萝卜洗干净后，把皮头切掉。这里的部分切片。取一个蒸笼，放入一个盘子，把红萝卜放入盘中。水滚了之后，放入红萝卜，盖盖子，转小火蒸10分钟。时间到了，红萝卜蒸软了，把它取出来。准备1颗苹果，这颗苹果的分量是270克。先把苹果削皮，把苹果对半切，去掉苹果的芯，先把苹果切片。再切成小丁，苹果切丁后颗粒还有点大，所以再把它切成更细一点。把苹果放入水中。放入1匙的盐，防止苹果氧化变黑。把红萝卜放入搅拌机里面，打成泥。红萝卜的汤汁也可以一起倒下去。打到快要烂的时候，放入1汤匙的黄豆粉，再继续打成泥。打成像这样子的泥状就可以了。准备300克的中筋面粉，把打好的红萝卜泥放进来。放入5克的酵母粉，1茶匙的糖，半茶匙的盐，用筷子搅拌均匀。搅拌成像这样快成团后，加入一些油，1汤匙的油。大略拌一拌，就可以用手搓揉了。我觉得这样的分量还有点粘手，所以可以再加一些粉。我再加了2汤匙的粉。
我刚刚一共加了10汤匙的中筋面粉。这次买的红萝卜比较水分，大家可以依照当季买的红萝卜的湿度以及各品牌的面粉不一样的吸水程度而做调整分量。现在做成一个圆，它已经是一个不沾手的面团了。收成一个圆后，放入调理盆中，盖上保鲜膜，让面团发酵至2倍大。现在大热天，应该很快就可以发起来了。哇，已经变好大了，我大概发了20分钟左右。这时候把它取出来，手和细胶垫上撒上一些粉，搓一搓，让面团排气。排完气后，给它收成一个圆形。擀面棍子上抹上面粉，把它擀成大约0.5公分的厚度。擀成大约0.5公分的厚度就可以了。我用了一个星星的模型，把它盖在上面。盖好后，把它拔起来，剩下的面团再揉成圆形。大家如果没有星星的形状，可以用杯子或是保特瓶的盖子，也可以盖印章。我全部都做好了，剩下最后一颗，我就不盖星星了，就变成一个圆形。现在盖上保鲜膜，让它醒10分钟。已经醒好了，可以看到每个面团变胖胖的，也变得比较轻。现在我们放入平底锅，用小火慢慢的煎。盖上盖子，慢慢的煎至金黄色，差不多了，可以翻面。继续盖盖子煎，第二面也差不多了，都变成金黄色了。可以取出来了。放入2汤匙的油，6汤匙的糖，把糖稍微略炒一下，放入苹果。苹果刚刚有从盐水，先把它沥出来，开中小火慢慢的炒，肚子冒泡泡的时候，可以来放一点肉桂粉。不喜欢肉桂粉味道的朋友可以省略。把肉桂粉拌匀，再继续慢慢的拌炒。
翻炒至苹果炒出胶质之后就可以了。我大概翻炒了15分钟，这时候可以关火取出来。哇，胡萝卜小馒头完成了！这一次我做了苹果酱，放在小馒头上，让胡萝卜小馒头的味道吃起来充满了苹果香。有时候一大颗馒头觉得很无趣，做成星星形状的小馒头，感觉多了新鲜感。小小颗的，一口接一口，吃起来很方便，当成下午点心或是早餐都很适合。非常感谢大家还能够停留到最后。我的频道接下来都会向大家继续分享一些简单上手、快速上桌的素食家常菜料理食谱。如果你有兴趣的话，那就立即订阅这个频道，打开旁边的小铃铛，还要给影片点个赞哦。我们下期见，拜拜。